近网上出现很多6代机的试飞视频，这款飞机外观呈菱形，没有垂尾，使用对开式阻力舵保持航向。更奇特的是，它有3台发动机，分别从机身两侧和背部进气。对于这种奇特造型，有人说这是能在大气层边缘飞行的临近空间战斗机，也有人说该机装有推力惊人的冲压或爆震发动机，能以3至5马赫巡航。但这些说法是否靠谱呢？由于没有更多的官方消息，所以我们就按网上视频照猫画虎做出潦草的模型，重点从进气道的造型和位置，以及整机尺寸及布局，对这款6代机做个粗略推测。视频上可看到该机采用了平行4边形截面的加莱特进气道，它是负责空气预压缩的重要部件。通过研究这种进气道的原理和特性，就可大致推测出飞机的巡航速度。为了研究该机的进气道，我们化繁为简，先在超音速气流里放个蝎子，此时蝎子斜面对气流强烈扰动，制造了一道平板型斜激波。水平气流穿过激波时，压力升高并沿斜面偏转，这说明激波具有极强的压缩性。接着我们把蝎子中间锯掉2段，将这道激波一分为3，并将中间这片蝎子的前端贴着波面向后延展，就得到了一个奇怪物体。此物体2个迎风斜面制造了斜激波，依然和蝎子的激波在同一平面，所以正好将该物体前缘围成的缺口完美覆盖，使压缩空气全部进入缺口，然后在激波后面续上一节管道，用来收集压缩空气，就变成了外压式进气道。而观察唇口这个奇怪物体，发现它后侧形状很像键盘上的托字符号，英文叫 caret， 所以就叫加莱特进气道。将其拼好并旋转摆正，安装到机身侧面，该进气道就可通过2个拼接的斜面共同制造一道斜激波，对来流进行预压缩。其好处是飞机俯仰或侧滑引起的进气流场变化，不易使进气道压力敏感波动，因此支持更高的机动性，并且从亚音速到超音速都具有较高效率。同时，平行4边形管道和唇口的2个斜面还避免了直角反射器效应，使前视雷达的回波减弱，隐身性更强。在 1.8 马赫时，这种进气道的压力恢复系数约有 0.9， 但超过2马赫就会降低到 0.8 以下，因此推测该机最大续航速度约 1.8 马赫，最大平飞速度约 2.2 马赫。另外，进气道唇口位置比较靠前，腾出了更长的弹舱。通过对比半飞的歼20，目测该机翼展约20米，长度约22米，翼面积约200平米，主起落架间距约5米。照此计算，弹舱尺寸大约为 1.5乘6米，可装下超大号的霹雳17远程空导弹。这个机体尺寸和后掠角50度左右的菱形机翼，不禁让人想起尺寸和造型相近的 B-58轰炸机。据估计，这款6代机最大起飞重量约50吨，因此该机大概率是一架能携带大量燃油，以接近2马赫超巡，并且作战半径可覆盖关岛的战斗轰炸机。这就要求它既要有较高的冲刺速度，又要有较远的航程，因此可能安装了3台涡扇15，中间1台从背部的 DSI 进气道供气。这种进气道在 1.8 马赫时，总压恢复系数可超过 0.9， 2马赫时还能达到 0.86 左右。这和之前推测的 1.8 马赫最大巡航速度相吻合，并且放在背部有利于隐身，但机身迎角增大会阻碍进气，并不利于机动，所以推测该机主要任务是依靠隐身性能远程打击高价值目标。既然如此，那设计这个大面积菱形机翼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超音速巡航时以较低翼载荷获得较大航程，并且无垂尾的飞翼造型可将雷达回波的主要波系集中在机翼前后缘的垂直方向，使敌方火控雷达只能看到它的瞬间反光而无法锁定。综上所述，从该机的3发动力靠阻力舵偏航的菱形飞翼构型和背部进气道等特点来看，这架6代机的优势至少囊括了超巡、远程和隐身性。看来具备深度隐藏、全态势感知和一击必杀能力的战机，将是未来的空中霸主。